10几万的家用买菜车，省才是关键。尾门瘪了，尾灯碎了，一块看起来有点像搓衣板的铝合金防护板，没有什么成本学奇迹。怎么样，还是逃不过比亚迪吧？扭力梁到底是个啥？我们也并不是给筷子悬架洗地啊，而是想跟大家说，大家喷错地方了。和奔驰大 G 同款，你是不是收钱了？兄弟们，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超你老底。这次我们从横评节目中的5款热门纯电轿车中，选择了这3位作为超你老底的嘉宾：小鹏 Mona M03、INS Max 和丰田 BZ3。兄弟们觉得没毛病吧？今天这怎么说呢？起码也是半个网约车之局了吧？能和网约车沾边，那肯定是有很高的性价比啊！咱们就看看他们是如何控制成本的。在这里呢，也把各位的售价切给大家，避免只提配置不说价格的流氓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啊，即使丰田 BZ3 终端优惠力度较大，也依然还是比另外2位高一些。那兄弟们，咱们就搬好小板凳，开始吧。3款车的车身蒙皮这次介绍起来比较简单啊，全钢。钢门、钢顶、钢机舱盖、钢翼子板，吸铁石小棒往上一放，立马坚挺直立的就吸上了。编辑老师啊，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和铝合金蒙皮相比啊，钢材在整车减重、防腐防锈、溃缩吸能效果方面肯定都会更差一些，但是在前期的材料成本以及后期维修经济性方面都有优势啊。也挺好啊，作为10几万的家用买菜车或者是网约车啊，省才是关键。家里没有草原，咱也就不非得要那铝合金的野马了。拆掉保险杠，咱先看主防撞梁防护覆盖率。丰田 BZ3 最佳 ，Mona M03 在中间 ，INS Max 收尾。如果对照咱们拆过的更多同级车数据 ，INS 还是排最后，而比 BZ3 还优秀一点的就是风云 A8 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主防撞梁的材质用料啊。首先值得点赞的是，3车都用上了优点多多的铝合金防撞梁。其实啊，纵观近期我们拆过的10几万车型里，铝合金防撞梁也算是主流之选了，还在用钢的基本就是比亚迪的车型了。结构设计上，从横截面看 ，INS 是中间1条加强筋的日字形 ，Mona M03 是多1条加强筋的木字形，丰田 BZ3 则是 C 字形。理论上结构强度不如封闭的框架，不过在材料厚度上有一些优势。再看防撞梁后边的吸能盒 ，INS 比较常规，一对方方正正的铝合金吸能盒连接到了纵梁上。而同样用了铝合金吸能盒的 Mona M03 啊，就显得霸气多了，宽度比 INS 翻了1倍还多。为什么这么宽呢？因为它除了连接主纵梁，还连接了从 A 柱底部延伸过来的向下弯曲的上纵梁，2路传力路径，应对偏置碰撞场景应该更从容。丰田 BZ3 是唯一用了钢制吸能盒的，但造型更加独特，像2个6边形柱连体在一起。它后边同样可以找到除了主纵梁外上纵梁延伸过来的连接结构，而且 BZ3 还是3车中唯一配备了副防撞梁的，通过副吸能盒和副车架连接，形成了一个向外展的喇叭口式的防护构造。另外就是3车虽然是这个价位，但也都在保险杠和防撞梁之间配备了黑色的缓冲泡沫，看起来呢也都挺厚实。接着咱们再去车屁股看看，3车虽然没有什么惊喜，都是单层钢板的后防撞梁，但小鹏 Mona M03 啊最冒泡，只有它的后防撞梁没有吸能盒，直接凹了一个凸的造型。怎么着啊？要对世界表达自己的不满啊？但这样一来啊，后防撞梁防护的实际覆盖率它就下来了，不足30%。车尾2侧受到撞击也更容易伤及纵梁。我们推测啊，小鹏应该倒也不是为了省那俩吸能盒的钱，是后保险杠的造型以及其内部的雷达、车灯等结构占了不小的空间，只能牺牲一部分的后防撞梁结构了。另外，从车尾侧面看，3车的防撞梁位置啊都没有比后备箱盖更突出。受制于后备箱的装载便利性，如今的车型几乎都不会设计特别突出的防撞梁和保险杠了。但小鹏 Mona M03 和 INS 的防撞梁啊，明显比丰田 BZ3 缩得更往里，尤其是像小鹏 Mona M03 这种横向防护和纵向吸能都不到位的屁股，被追尾时那可就尴尬了。说来也巧啊，这小鹏 Mona M03 我们之前拆解研究的时候，正好经历了一次倒车撞柱的小事故。可以看到，尾门瘪了，尾灯碎了，连后备箱部分的车架都变形不小。相反，影响最小的倒是后保险杠了。我猜啊，这辆小鹏停在深夜无人的维修车间里，后尾门会对后保险杠和防撞梁说：“兄弟，你们是真能摸鱼啊！防撞和保险的名字让你们叫了，那活让我干了。”说完了蒙皮和前后防护啊，咱就该看看老底了。
打眼一看呢，差别也不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INS Max 并没有通过一块护板来保定，可能车尾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需要防护的。不过用上了护板的地方，基本都是成本更高、隔音降噪效果也更好的纤维护板。小鹏 Mona M03这边是铺的满，但只有车头电机下方这一块用了纤维护板，其余部位为塑料。丰田 BZ3 这边就更直接粗暴一些，全塑料上身，但在电机位置的护板内侧贴了隔音棉。怎么说呢，也是花了心思的，但不多。拆掉各车护板之后啊，可以看到小鹏车尾部分其实更空。由于是结构更简单的扭力梁，外加只有前电机，所以它和 INS 也就没有了上副车架的必要。以至于呢，车尾比我钱包都空。我甚至觉得这块是不是能好好设计再利用一下啊？比如做个大抽屉，给六里屯装个大象什么的，省得它老是到处塞。合适，太合适了。那么我的生活。三车中呢，只有丰田 BZ3 具备后副车架，而且是一个特别小巧的 H 型结构，采用冲压钢板材质，通过螺栓与车身进行的硬连接。目光转回车头啊，三车的前副车架都是常见的钢制全框式结构，也都通过螺栓与车身硬连接。工艺方面，相较小鹏 Mona M03 和丰田 BZ3 采用的钢制拼焊工艺 ，INS Max 采用的液压杖形工艺成本会更高一些，强度也会略胜一筹。但在我们另一档节目拆过的 INS Plus 可用的是全铝合金副车架，现在这尺寸 Max 了，用料可就有点缩水了。所以说，没有什么成本学奇迹，价格越来越卷的今天，那真的就是能省一点就是一点。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原来我们拆的50宏光 mini EV， 早期的2根横梁副车架也在后期剪成了1根。下面咱们再来看看3电之一的电机。三车同为永磁同步电机，位于副车架上部的中心位置，采用的都是3点橡胶衬套的软连接方式，可以具备更好的减震降噪作用。小鹏 Mona M03 的电机包裹了隔音材料，但另外2车的电机就是裸奔状态了。然后再来看电池了，除了 INS 使用了供应商亿纬动力的电池包小鹏 Mona M03 和丰田 BZ3 都使用了比亚迪的伏迪电池。怎么样，还是逃不过比亚迪吧？但兄弟们记得去年我们拆过的小鹏 G9 吗？它的电池可是自家广州志鹏的产品啊，而小鹏 P5 则是宁德出品。如今舍近求远，用了还是竞争对手的电池，是为了啥呢？咱们做个简单的猜测，您看看哪个更合理啊？一是想在这个价位跑500-600公里的续航，比亚迪的电池在成本、性能、安全性等综合能力上确实更胜一筹。二，可能大家都知道Mona M03 最初是滴滴的达芬奇项目，小鹏接手过来后可能白车身和电池已经打好底子了。我猜后边咱们要说的使用了扭力梁后悬，应该也有这方面原因。您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呢？然后咱们来说电动车的重中之重——电池包的安全。首先是电池包底部三车选择了3种防护措施。最舍得下本的要数是丰田 BZ3 了，一块看起来有点像搓衣板的铝合金防护板，在这个级别出现实属罕见。贵的勤的兄弟们可能看着还挺有亲切感，看看护板上这剐蹭痕迹也能大概了解它的抗造程度。比较常规的是 INS 一块钢制电池护板，表面喷涂了防腐防蚀基涂层。比较意外的就是小鹏 Mona M03 的电池下护板了，表面使用了非金属材料进行防护，具备一定的防腐功效。但用真理之石一吸，它竟然还能吸住。我们推测里面可能还配备了金属材质的防护板。总归3车的电池包底部防护都比那些没有电池护板清凉上阵的友商们强上不少。比如说上一期的哪吒 L。 除了护板呢，防撞边梁也是电池包防护的基操了。丰田 BZ3 在这里体现出了传统大厂的谨慎理念，它的电池包边梁不仅具备一定的厚度和宽度，内部还做了田字形的加强结构。另外呢，电池和门槛梁之间设计了一整条木字形结构的铝合金加强梁，相当于护门外还加了一扇防盗门，提升侧面的抗冲击能力。同样来自福迪的小鹏电池包边梁几乎与丰田一模一样，内部都是田字形加强结构，但缺失了防盗门的设计。相比之下呢 ，INS 的边梁就显得又窄又薄了，整体看下来最弱。而且 INS 这个电池包底部居然做到了比护板和门槛梁还低，你这到底是怕撞还是生怕撞不上啊？咱们继续看电池包前部高压接插口关键部位的防护。INS 和小鹏 Mona M03 都设计了单独的金属横梁，对于这里的高压接插口和管路接口起到了防护作用。但丰田 BZ3 在这里就没了。问题是人家 BZ4X 在这里可是满满的一块钢板
就算要控制成本，那也不能在这么关键的地方下刀玩花活，咱可千万别裁员裁到了大动脉。终于来到了大家最关注的悬架环节，有预算咱就能狂堆料，什么全铝双叉臂、上下双节偶、5连杆 HB， 咔咔都能上。那没有预算又要满足既要还要，就得看各位各显神通了。咱们就看看小鹏的扭力梁是怎么个事儿，丰田的筷子悬架是怎么个事儿，爱安的扭力梁再加个后悬别棍啊，又是怎么个事儿？没错啊，高水准的世界杯，各位看着自然爽。那再看看咱们的中超联赛，应该也是洗脚水冲咖啡，别具风味的。咱们先快速过一下前悬架，毫无意外，哥仨不约而同采用的都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架。这种悬架结构相对简单，成本低，占用空间又少，多用于售价定位相对较低的车型上。当然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我们的前悬采用了增强型的麦弗逊悬悬，然后大家知道保时捷的911，它的这个悬挂也采用了麦弗逊悬挂。选材用料方面，三位也是大差不差，下摆臂和转向节啊非钢即铁，只是 Mona M03 和丰田 BZ3 分别在球销位置上刷了一层铝漆，有助于防腐防锈。工艺上呢 ，Mona M03 和丰田 BZ3 的下摆臂同为双层拼焊，反观 iNS 下摆臂用的是单层冲压钢板，看起来相对单薄。如果说前悬是好的设计，心有灵犀，那后悬就属于是小鸡儿撒尿各有一道了。咱先从当下最热的小鹏 Mona M03 开始。扭力梁的后悬其实在小鹏身上可并不罕见，早前的 G3 和 P5 都是。那为什么如今成了热议了呢？我感觉啊，还是卖得好了。所以扭力梁到底是个啥？您可以看看我手里的这支铅笔啊，2B 的，它实际上就是这么一根横梁，将左右车轮硬连接在一起。但因为中间这个钢制横梁啊，它和铅笔还不完全一样，它具有一定的扭转刚性，所以叫扭力梁悬架。其实也可以叫它半独立悬架也没问题。它的缺点啊显而易见，就是一侧车轮受到冲击之时，即使中间的横梁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形变，但另一侧车轮也很难做到不受波及。在颠簸路或者是压井盖的时候啊，不会像独立悬架那样互不影响。另外，扭力梁悬架也很难做到舒适与运动的兼顾啊。当然了，咱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扭力梁，优点也有，比如结构简单、成本低、占用空间小。而且车子的行驶品质和操控表现也并不完全由悬架形式决定，调教功力也很重要。比如法系车的扭力梁啊，就早已声名在外，普遍认为人家法系车就是可以把扭力梁调得很好。那我有一个疑问了啊，你说法国人这么会调教，那他干嘛不用调教上限更高的多连杆呢？可能人家就是习惯性的比较会省啊。比如你看他们的奥运开幕式，松弛感。而且人家小鹏啊也是有的放矢，比如针对舒适性，据说人家做了30多轮悬架硬点的反复优化和5轮悬架调教，甚至做到了过减速带的冲击力比奥迪 A6 还要小25%。不是啊，这资料是哪位编辑老师提供的呀？你是不是收钱了？支付宝到账。下面咱看看 iNS， 官方称之为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架，但我们越看越觉得它并非典型的扭力梁结构。首先呢，左右纵臂明显更长，其次后部还多了一根横向超长拉杆，既像3连杆非独立悬架，又像扭力梁配上了潘哈德连杆。潘哈德连杆呢，其实就是后部这个横向推力杆，它一端连着后桥，一端连着车身，在转弯或者行驶在颠簸路面时啊，通过左右互搏控制悬架的左右运动。这种悬架咱们之前也见过啊，比如在早期对拆的 QQ 冰激凌和红光 mini EV 的时候，后悬架基本就是爱安同款。再比如啊，被我们超过老底的坦克400新能源后悬架也类似，只不过左右纵臂上方又各多出了一根拉杆，变成了5连杆式非独立悬架。甚至连奔驰大 G 也有类似设计。我看咱们这些新能源车企宣传上还是保守了，我能不能给安安出个主意，就说后悬结构和奔驰大 G 同款。然后我们就该来说丰田 BZ3 的3连杆式独立后悬了，也就是被大家戏称的筷子悬架。筷子悬架成名于比亚迪，但其实丰田的底蕴更足，比如在第7代凯美瑞上就见到过。只不过从第8代，也就是上一代车型开始，人家就将后悬架升级成了4连杆了。3连杆独立悬架其实是由麦弗逊演变而来的，主要由一根纵拉杆、2根横拉杆和滑柱总成所组成。滑柱起到的导向作用啊，是麦弗逊悬架的特性。
前方的横拉杆和纵拉杆构成了类似于麦弗逊的三角形下控制臂，分别承担侧向力和纵向力。后方的横拉杆用于控制车轮的前束。大家所说的筷子其实就是这2根。那为什么它敢做这么细呢？其中一根是刚刚提到的前束杆，本身不怎么受力；另外一根是横拉杆，它和纵拉杆在受力上只承担拉力或者是压力，不承担弯举，因此不需要特别的粗壮。所以你看，悬架连杆的粗细也需要考虑受力情况。比如我经常看网上为了说理想的后5连杆细，竟然用 HB 形式的后悬架来对比衬托。理想 L9 后悬挂的材料，觉得还是蛮单薄的啊。问界 M9 的非常壮实。今天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呢，也就给大家揭秘这些。下边还一片欢呼。HB 其实也是多连杆形式的一种，只不过是把某几根连杆合并成了一个 HB， 因此它需要独自承担很多的力，比如横向力加上纵向力，再加上刹车时俯仰方向的力矩，所以它就必须粗壮。其实5连杆和 HB 各有长处，我们之前也超过 BBA 的老底。同为5连杆后悬架的宝马 X5 对比理想其实也大差不差。当然了，我们也并不是给筷子悬架洗地而是想跟大家说，大家喷错地方了。筷子悬架的强度弱点其实是在滑柱上，它并不能承受很强的弯举，横向刚性偏差，且外倾角调节功能也有限，操控极限不高。现在已经逐渐被4连杆所取代了。最主要的悬架结构形式介绍完了，咱们再看一下3车的后悬架材质，和前悬架保持一致，全钢。至于弹簧和减震器这个级别的车型不出意外也都是螺旋弹簧和普通减震器的组合。关于后悬架呢，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最后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无论哪一种悬架，对于这3辆车来说，都是优先考虑控制成本和节省空间的，进而再结合自身情况做出具体悬架类型的选择。我们也在铺装路和小颠簸路上试了一下主观感受上真的差别不大听不出音响好坏的叫木耳，那我们这可能叫木臀了。所以我们也看看其他数据横评中麋鹿成绩最好的是丰田 BZ3， 其次是小鹏，再次是爱安。当然了，麋鹿成绩的好坏还和 ESP 逻辑有很大关系。为此呢，我们也咨询了圈速榜的同事，他们跑了小鹏和丰田。首先成绩上，丰田 BZ3 更高。其次呢，是反映小鹏在出弯过程中有较大的侧倾，并且几次车身摇摆才能平复。当然了，这肯定也是因为它调教的更偏家用最后我想抛出个问题给大家：如果您买一辆10多万的家用车，会在意它的悬架形式吗？如果在3连杆和扭力梁之间选一个，您会选哪个呢？咱们看看兄弟们的选择。抄底的最后，惯例来看看3车的制动硬件和轮胎配置3台车的制动硬件可以说是高度相似，也十分的基础，用的都是前通风盘、后实心盘，配的也都是前后单活塞浮动卡钳。我们拆解的3台车都是原厂标配胎，相关信息给您附上。INS 轮胎规格和尺寸都最小，品牌知名度也最小，叫森麒麟 EA。那有多小呢？我们在官网都没找到这款轮胎的相关信息后来根据旗舰店客服介绍，原来森麒麟 EA 是车厂配套轮胎。咱们也来回顾一下横评节目中他们的制动表现。小鹏猫的 M03 整体表现不仅优于 INS 和丰田 BZ3， 同时也是5车横评中的 No.1，且是全场唯一能将最佳制动距离控制在40米以内的选手。但它的制动性能不够稳定，后几组测试中有明显的制动热衰退现象。需要重点批评的是丰田 BZ3， 平均制动距离竟然干到了43米开外，这差的实在是有些离谱了。好了，兄弟们，今天的老底就抄到这儿了。假如您正好需要购入一款10多万的家用电动轿车，您会选择谁呢？期待兄弟们能来个3连支持，那我们就收拾准备下班了。再见，下班。